曾经的钢铁长城，如今一地鸡毛、中国宝钢等4大钢企利润加起来都不如日本一家。曾经，这些中国钢铁巨头是国人眼中的骄傲，是工业化腾飞的代名词，是共和国钢铁长城。但如今，这些曾经高高在上的钢铁大厂，竟然一起干不过日本制铁这一家外国公司。别不信，这是赤裸裸的现实。2024年，中国 A 股最赚钱的4大上市钢企宝钢股份、中信特钢、南钢股份、华菱钢铁净利润加起来都不如日本制铁一个人的零头。不是你眼花，更不是小作文。根据公开财报数据，宝钢2024年净利润73.62亿元，中信特钢51.26亿元，南钢22.61亿元，华菱20.32亿元，4家合计167.81亿元。而日本制铁呢？人家一个公司净利润就是169亿元人民币。让人难以接受，却不得不面对的真相：中国钢铁业连赚钱都卷不过别人了。亏成这样，还能叫工业支柱吗？据第一财经统计，2024年中国36家 A 股上市钢企合计亏损138亿元。你没看错，是亏损，而不是盈利。整个行业拼命干了1年，干出一个负号收尾。这不是1、2个小公司的问题，而是整个行业的集体性悲剧。曾经号称产能全球第1的中国钢铁产业，如今深陷结构性过剩、内卷竞争、利润稀释的死循环。2024年，中国钢铁工业协会重点统计的钢企利润总额仅429亿元，同比暴跌 50.3%， 直接腰斩。而宝钢这样的行业老大也保不住脸面，净利润同比下降 38.36%。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？在资源能源、物流运输、人力成本都比日本低得多的中国市场，靠着几乎不要命的价格战，中国钢企拼了命干，却干不过一个日本制铁。这是纯粹的低质量繁荣幻觉。数据不会说谎。2020年，中国钢材出口量为5367.1万吨，均价847.2美元吨。而到了2024年，中国钢材出口量竟然翻了1倍，达到1.11亿吨，但平均售价却跌到了755美元吨。什么意思？多卖了1倍的货，赚的钱却更少了。出口越多，亏得越惨。这种量增价跌的趋势已经说明了一个事实：中国钢铁出口正在进入一个恶性循环的深渊。原本应该是扩大市场、提升利润的手段，如今却变成了压垮利润的最后一根稻草。这一切的根源还是那个老问题：中国钢铁业的结构性过剩。世界钢铁统计数据2025显示，2024年中国宝武集团的粗钢产量超过 1.3亿吨，鞍钢集团紧随其后，而河钢、沙钢、建龙、首钢也悉数进入全球前10。这么多钢铁，谁来消化？在国内房地产持续下行、基建投资边际效应递减的大背景下，钢铁需求增速持续放缓。市场需求没上去，但生产一个比一个猛，这不是内卷是什么？钢协会长姚林痛心疾首地承认，钢铁行业盈利水平大幅下降，行业效益持续下降。而内卷是恶性竞争，扰乱市场秩序更是成为关键词。企业不是在比质量、比创新，而是在比谁更能亏，谁更敢压价，谁先死。让人最扎心的地方在于，日本制铁的高利润并不是靠垄断或运气，而是靠实打实的战略布局和技术升级。根据兰格钢铁网研究中心副主任葛新分析，日本制铁之所以利润比中国高这么多，核心就在2个词：上游资源掌控力和高端产品结构。日本早年就通过控股海外高品质铁矿资源，牢牢掌握了原材料成本优势。而在产品结构上，
日本制铁大力发展高端钢材、高强度汽车钢、船用钢、航空钢，这些都是高附加值、技术含量高、全球定价权强的拳头产品。而中国的钢企呢，依赖进口矿石，做的还是传统中低端产品，价格容易被压，利润空间被挤，市场竞争惨烈。一句话，日本制铁在用 AK-47， 而中国钢企还在用红缨枪。更致命的是，中国钢铁不仅在国内市场打价格战，在国际市场也正在遭遇全面封杀。2024年以来，各国针对中国钢铁产品的反倾销、反补贴案件高达33起，超过过去4年之和。这不是什么偶发事件，而是一个明确的信号，中国钢铁出口正在被全球围堵。2月，越南对中国钢铁征收3档反倾销税 19.38%、26.94%、27.83%。2月，韩国也对中国热轧钢板产品展开初步反倾销调查，拟征收高达 38.02% 的税。3月，美国前总统川普再度出山，对所有进口钢铝产品加征 25% 关税，直指中国。最可怕的是，美国还认为中国钢铁通过第三国转运载偷渡进入美国市场，对此也开始封堵墨西哥、越南等中转国。一句话，中国钢铁出口已无退路，别被全球第一产量骗了。中国钢铁行业如今就像一个外表强壮、肌肉发达的胖子，实则体内脂肪堆积，内脏器官衰竭。这个行业的繁荣是靠巨量产能堆积出来的幻想，但利润低的可怜，债务高的惊人，现金流紧张的像走钢丝。根据 Wind 数据，截至2024年底，36家 A 股钢铁上市公司总负债超过 2.5 万亿元人民币，其中不少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已经突破 80% 红线。也就是说，这些企业每挣1块钱，可能背后就压着4、5块的债。而很多地方中小钢企、民营钢厂早已陷入资金链断裂、银行抽贷、欠薪停产的边缘状态。唐山、邯郸、武安、淄博、临汾等曾经的钢铁热土，如今正默默上演着一幕幕关门潮、破产潮。为什么这些钢企还活着？不是因为市场好，而是因为政府还在应承。据财经调查，在钢铁大市如唐山、鞍山、马鞍山，地方财政每年拿出数十亿元进行定向补贴，比如环保技改、设备更新、电价补助、出口退税等。甚至为了避免失业潮，不少地方政府为钢企垫付工人工资，发放社保。但问题是，地方政府也快没钱了。2024年，全国31个省份中有26个财政收入同比下降，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突破40万亿元，专项债发行规模高达 5.7 万亿元，是历史最高。这意味着政府已经无力再为这些半死不活的钢企输血。当最后的输血者也撑不住的时候，中国钢铁行业将面临一波前所未有的集中倒闭潮。那些依靠政府延命的中小钢企将被现实无情地踢出局。更令人心惊的是，今天的钢铁困境只是整个中国制造业危机的一个切面。无论是光伏内卷、造车新势力亏损、锂电池价格战，还是房地产暴雷、家电利润跳水、服装工厂大面积倒闭，每一个行业都在经历先疯涨后崩塌的周期性悲剧。钢铁问题的本质是资源配置扭曲，政府盲目刺激，缺乏出口定价权和技术壁垒。中国过去20年依靠高投入、高产能、高出口换取微薄利润的模式，如今正被全球反噬。曾经的世界工厂，如今却是利润最低、投诉最多、壁垒最高的市场参与者。我们不妨回顾过去10年，中国钢铁行业都在经历什么？2015年，钢铁价格暴跌，
全国关停了超过1亿吨落后产能。2018年，中美贸易战爆发，美国率先对中国钢铁加税。2020年，疫情冲击下，钢铁出口剧烈波动，利润一度归零。2024年，反倾销大潮来袭，价格战加剧，出口遭全面封锁。在如此动荡的10年间，中国钢铁企业还在一遍遍重复越做越大、越大越亏的死循环。中国钢铁业曾经是这个国家最辉煌的工业象征，如今却沦为全球利润率最低、环保压力最大、融资最困难的行业之一。这个曾经的钢铁帝国正在走向幻灭。中国不是没有钢铁，而是没有被市场承认的价格；不是没有产能，而是没有能定规则的品牌；不是没有企业，而是没有能在国际市场站稳脚跟的利润模型。中国制造拼命扩张，不断生产，却始终陷在为谁而做的迷局之中。出口越来越多，却频频被国际市场嫌弃便宜没质量；自称是制造大国，却只能靠价格一降再降，勉强维持市场存在感。当宝钢、中信特钢、华菱这样的钢铁巨头合起来都不如日本制铁一家时，这已经不是企业的问题，而是一个国家产业战略全面失效的标志。继续用产能堆规模，靠低价换订单，靠补贴续命，只会把整个行业推向无底深渊。钢铁只是开始，一个靠价格战堆出来的经济奇迹，最终也会被更残酷的价格战亲手埋葬。